你是不是也常这样？一个人的时候，脑袋里那些烦人的声音就开始冒出来。为什么这件事我都卡这么久了，却还是搞不定？身边同学是不是早就在领先我了？我到底还要落后多久？这些声音最烦的地方，就是它不是讲一次就走，而是在你脑子里无限循环。我刚开始在哈佛读博士那阵子，每天张开眼都被这些声音折磨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好好聊聊，这些焦虑到底从哪里来。我也会分享3个我后来发现真正能让脑袋里的杂音安静下来的方法。在聊具体的方法之前，我一定要先跟你强调这件事。这种焦虑感并不是你个人的缺陷，而是结构性的问题。在这里，你根本看不到尽头在哪里，好像不管怎么跑都跑不到终点。在这种高压下，你好像得把生活全部切掉才行，甚至连睡个午觉、滑个手机都会有种罪恶感，觉得自己快要被别人超车了。研究所这个环境，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你感到安全，所以我们不能再期待外在的指标来肯定自己。想摆脱这种焦虑，你得拿回主导权，建立自己的节奏。第一步，停止和别人比较。说实话，以前在研究所听到同学有新进展时，我虽然口头上说着恭喜，但心里其实根本没办法真心祝贺，因为我满脑子都在想，教授一定会拿我跟他们比较。这种感觉让我对自己感到很羞愧，因为这些明明是我很在乎的朋友，我却没办法真的为他们高兴。于是我决定换个做法。后来遇到比我优秀的人，我不再感到焦虑，而是冷静下来问自己，对方到底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是我可以学起来的。与其把时间花在跟别人比较，倒不如直接把这些撇步学过来，变成自己的。当你转过头来关注自己的成长，你会发现那些人不再是你的压力来源，反而变成了你的资源。第二步，建立自己的进度指标。我真的遇过那种礼拜，明明每天都拼死拼活弄了10个小时，结果到周末回头一看，才发现进度根本还是0。那几天我确实忙到翻掉，但说穿了根本是在穷忙，所以我开始记录每天每一段30分钟我到底做了什么。而这件事改变了一切，透过这份记录，我终于能把瞎忙的时间和真正做研究的时间给区分开来。这也让我有个依据，每当我觉得自己好像没做什么事的时候，翻一翻记录，心里就会踏实很多。那时候我配合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工具，叫做艾森豪矩阵。它把事情分成4类：紧急且重要、重要但不紧急、紧急但不重要，还有既不紧急也不重要。我发现大多数人，也包括当时的我，都把太多时间耗在那些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上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忙到翻掉，却感觉不到任何实质进展的原因。做研究最难的地方就在于，你可能努力了几个月都没有结果。所以你必须建立一套自己的方式来衡量进度。说真的，如果你凡事都只看最后有没有做出成绩，那你每天都会觉得自己很失败。第3步，将脑袋里的杂事写下来。最痛苦的是，你明明觉得有一大堆事要处理，结果坐在那边半天，却连一件事都动不了。我有一次真的受够了，直接下床拿张纸，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写下来。没想到全部写完一看，才发现根本只有10件事而已，哪有我想的那么夸张？这才让我意识到，大脑会自动把焦虑放大。一旦你把它们写出来，那种乱糟糟的感觉就消失一半了。你会发现事情好像也没那么难搞。真的，脑袋是用来想事情的，不是用来装杂事的。当你把它们通通移到纸上，你才会看清楚，这礼拜真正重要、非做不可的，其实也就那2-3件事而已。最后我想对你说，如果你最近一直感到焦虑，这真的不代表你有问题，其实正好相反，这证明了你真的很有韧性，因为你是在一个努力很久，却几乎没人会给你肯定或安心感的环境里，独自撑着一件超级困难的事。你要知道，读研究所就像是在没灯的工地上盖房子，你根本看不清楚自己到底盖了多高，但请相信我，那些砖块其实正在一块一块的往上叠，只是你现在还看不到全貌而已。所以找到你的圈子，给自己弄个看得到进度的方法，并习惯把烦心事通通写下来。你不用逼自己一定要马上变好，只要别因为这些焦虑就觉得自己很差。你要知道，你一点都不差，你现在只是正在经历一件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分享哪句话说中了你的心声，也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之后的内容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